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，他的拳头1秒钟能击打9下，他的身手快到摄影机都追不上，他把西方世界打得哑口无言，让白人第一次见识到东方人的真正气魄。你告诉我，这样一个人，他应该活多久？你心里一定有个答案。你会说，这种人至少活到70、80岁，看着自己的孩子成才，看着自己的武道哲学传遍天下，这才叫圆满，对不对？可老天偏偏不是这样安排的。1973年7月20日，李小龙在香港悄然离世，才32岁，正值壮年巅峰。死因至今众说纷纭，有人说药物过敏，有人说是谋杀，有人说是脑水肿，没有一个让人信服的结论。你看，这件事本身就已经很奇怪了。一个把身体锻炼到极致的人，一个比任何人都懂得控制自己身体的人，就这样在最不该倒下的时候倒下了。这个悖论几十年来让无数人百思不得其解。但我告诉你，如果你懂得天道，懂得阴阳，你就会明白，李小龙的离去从来就不是一个谜，而是一个早就写好的结局。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讲讲这根最紧的弦为什么必然会断。李小龙1940年11月27日生于美国旧金山，生于龙年，龙时，你看这个时辰就已经告诉你这个人的命格是什么了。龙在中国文化里是阳中之阳，是天地间阳气最旺盛的象征。龙飞天际，无拘无束，是力量，是突破，是永远向上的冲劲。但我要告诉你，龙这个命格有一个极为微妙的地方，龙若没有水，便是困龙，毫无用武之地；龙若水太少，便是蛟龙，早晚精疲力竭，阳气过盛而阴气不足。这就是李小龙一生命格的根本底色。他从小就不是安分的孩子，在香港长大，10几岁便在街头打架，打到他父亲忧心忡忡，最后把他送回美国读书，为的是让他远离那些打架斗殴的环境。你看，一般人被送出去可能就此消停了，但李小龙不是，他到了美国依然是那个斗志昂扬的少年，而且把这股斗志全部灌注到了武术之中。他练咏春，后来广泛研习各门各派，最终创立截拳道。截拳道这个名字本身就很有意思，截就是截断，就是直接，就是不拖泥带水，直指核心。这恰恰就是李小龙的性格，他这个人没有弯道，全部都是直线，全部都是进攻，全部都是向上冲。他有一句话说得很直白，他说，我不怕练了10000种踢法的人，我只怕把一种踢法练了10000次的人。你听，这句话里有没有半点阴柔？没有，全部都是刚，全部都是猛，全部都是突破。告诉你，一个人说话的方式，就是他活着的方式，就是他消耗自己的方式。他在好莱坞奋斗的那些年，遭受了多少种族歧视，遭受了多少轻视与打压，但他从来没有退缩过，从来没有低过头。这种性格固然成就了他的传奇，但也在命运的根部埋下了那颗种子。刚者易折，这是易经里最基本的道理。可惜很多人知道这句话，却不知道这句话说的可能就是自己，就是身边最熟悉的人。我现在要跟你讲一个很多人都知道，却很少人真正读懂的故事。1973年，李小龙在拍摄《死亡游戏》期间，身体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信号。那年5月，他为《龙争虎斗》进行配音工作时，突然在录音室里晕倒，送进医院。医生的诊断是脑水肿。你听清楚，脑水肿，这是什么意思？
这是身体在用最激烈的方式告诉这个人，你过头了，你要停下来了，你再不停就完。这就是天道给他的警告，这就是冥冥之中那个缺口。正常人遇到这种情况，应该好好休养，应该把节奏放慢，应该让自己喘一口气。但李小龙是什么人？他能停下来吗？当时他的事业正处于一生中最灿烂的顶点，猛龙过江大卖，龙争虎斗即将上映，全世界都在等着看这个东方男人接下来要做什么，整个好莱坞都在他面前打开了大门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你让他停下来，他停得住吗？各位，这就是命格里劫的本质。所谓劫，不是从天而降的横祸，劫是你性格里那个最强烈的部分，在最危险的时刻，偏偏让你做出了最不该做的选择，而你那个时候还觉得自己是对的。他从医院出来之后，调整了一段时间，似乎恢复了，然后继续工作，继续高强度训练，继续把自己这根弦拉紧，拉紧，再拉紧。2个月后，1973年7月20日，他到女演员丁佩家中商量剧本，服下一颗止痛药，躺下休息，就再也没有醒过来。你看，就是这样，警告来过了，机会有过了，但那个阳极的灵魂无论如何都无法让自己真正沉静下来。我常说，命运这个东西，它给你机会，它让你看见那个转折点，但它不会替你做选择，选择永远在你自己手里。李小龙不是不懂哲学，恰恰相反，他读过大量哲学著作，他的截拳道理有非常深刻的东方哲思，但懂得道理和真正活出道理是两回事。这个距离有时候只有一步，但这一步却是很多人一生都跨不过去。我要用易经里的一个卦象来说明李小龙这一生的轨迹。这个卦就是乾卦，乾卦6爻皆阳，是64卦里纯阳之卦，象征天，象征刚健，象征自强不息。乾卦的爻辞里有一句话，几乎人人都听过：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多少人拿这句话激励自己，多少人把它贴在墙上。但我问你，你有没有读到后面？后面还有一句，是坤卦的卦辞：地势坤，君子以厚德载物，天道刚健，地道柔顺，阴阳必须并行。这才是完整的义理。只知道自强不息，不知道厚德载物，只知道乾，不知道坤，这就是残缺的人生。李小龙的一生完完整整地走了乾卦的每一爻。初9，潜龙勿用，他在香港的童年学武打架，是蓄力的阶段。92，见龙在田，他到了美国开武馆，教外国人功夫，开始在世界的田野上崭露头角。93，君子终日乾乾，惜替若厉，这是他在好莱坞奋斗最艰苦的那些年，日以继夜，战战兢兢，不敢有丝毫松懈。94，或跃在渊，精武门猛龙过江接连大卖，他站在了命运的跳跃点上，向上是飞龙在天，但这个阶段依然暗藏2种可能。95，飞龙在天，这是1973年，是他事业最顶峰的时刻，龙争虎斗即将让他征服整个西方世界。但你看乾卦的95之后是什么？是上9，亢龙有悔。亢就是过头了，就是超出了天道允许的边界，龙飞得太高，失去了地的支撑，失去了水的滋润，失去了阴的平衡，悔是必然的结局。我告诉你，易经的智慧从来不是迷信，它是对天地规律最精准的观察与总结。
亢龙有悔这4个字写在几千年前，写的仿佛就是李小龙。他的身体是亢龙，他的精神是亢龙，他对极限的追求是亢龙，他那种永不妥协的性格是亢龙。亢则必毁，这不是诅咒，这是规律。我们再从另一个角度来看，中医里有一个概念叫做精气神。精是根本，气是运行，神是外显。一个人精气充足，气才能旺，神才能饱满。但如果长期透支精气，把精全部转化成了神，外面看起来神采奕奕，光芒万丈，根基却已经空了。李小龙的训练量是常人的好几倍，他对自己身体的要求达到了一种近乎残酷的程度。他把骨头上的脂肪都去掉了，为了让肌肉更精纯，他的体脂率低到令人啧舌。你看，表面上这是对身体的极致掌控，但从天道的角度来看，这是在剥夺身体的阴，脂肪也好，柔软也好，松弛也好，这些看起来不那么英雄的东西，恰恰是阴的存在，是保护生命之根的缓冲。把这些全部去掉，换来的是短暂的极致状态，但身体失去了护城河，失去了后备粮仓，但出现意外就没有任何缓冲的余地，得负时差。这是我常常讲的一个概念，意思是说，一个人的福报和他的德行往往有一个时间差。有的人今生积德，下一代才享福；有的人今生享福，其实是在消耗前世的积累。李小龙在武术上的成就，在文化上的贡献，毫无疑问是巨大的，他的影响力延续至今，这就是他的德，而且是跨越种族、跨越文化的大德。但他在个人修炼上，在阴阳平衡上没有补足那个缺口，所以即便他的德再大，他的福也没能在他这一生里完整的展开。这就是天道，他从来不问公不公平，他只讲平衡。你在哪里多了，就要在哪里少；你在哪里太满了，天道就会在哪里给你留一个缺口。李小龙的缺口就是那个他从来没有真正学会的字松。告诉你，在我多年的研究里，我发现人最大的问题不是不够努力，恰恰相反，很多人的问题是太努力了，努力到没有给自己留任何空间。你看现在这个时代，多少年轻人把自己搞得精疲力竭，睡眠不够，饮食不规律，把每一分每一秒都填满，美其名曰拼搏，美其名曰不能输在起跑线。我问你，你这样拼，有没有想过你拼的方向是对的吗？你有没有在那股拼劲里留一点点阴的空间？易经里乾卦之所以要搭配坤卦，就是因为光有天行健是不够的，你还需要地势坤，你还需要那个厚重的、承载的、柔顺的力量去滋养那个不断向上的冲劲，乾坤并行，刚柔并济，这才是完整的人生。具体怎么做，给你几个很实在的建议。第一，学会有意识的放松。注意，我说的放松不是懒惰，不是躺平，而是有意识的让自己从那个高度紧绷的状态里退出来，让身体和心灵都得到真正的休息。睡觉是被动的休息，真正的放松是主动的，是你有意识地告诉自己，现在这个当下，我不需要去征服任何东西，我只是在这里安安静静的存在。第二，不要跟自己过不去。很多人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，是自己。他们对自己的要求严苛到了一种非人的程度，一旦没达到目标，就自我攻击，就自我怀疑，就把自己逼入死角。告诉你，这种人就算外表看起来多强大，内里已经阴阳失调，早晚出问题。对自己宽容一点，不
不是软弱，是智慧。第三，守住那颗善心。这是我今天最想说的一句话。不管你的命格是什么，不管你今生走的是顺境还是逆境，只要你的心是善，只要你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不损人不害物，尽量让身边的人好过一点。这个善就是你最大的护身符，就是你在天道账本里最稳固的存款。得福时差这个事不要着急，不要因为今天行了善，今天没有立刻得到回报，就觉得善心没有用。天道的账算得非常仔细，一毫一厘都不会差，只是时间的问题。李小龙走了，但他留下的那些东西，他把东方文化带到西方世界的那份贡献，他让无数东方人挺起脊梁的那份力量，这个德到今天还在开花结果，还在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人。这就是得福时差最好的例子。他这一生可能没有享尽他应得的福，但他种下的那颗种子已经长成了一片森林。各位，命运无常，这是真的。但我要告诉你，在这个无常里面，有一样东西是你可以牢牢守住的，那就是你这颗心。这颗心善着，这颗心静着，这颗心柔着，天道就不会把你逼到亢龙有悔绝境，因为你已经懂得了乾坤并行的道理，你已经知道了刚过则折，满则必溢的规律，你就会在那个临界点之前主动退一步，让自己喘一口气，让天地之间的阴阳在你的生命里重新流动起来。这才是真正读懂了易经，这才是真正活出了天道。李小龙这一生惊天动地，壮怀激烈，让整个世界为之颤抖，但那根最紧的弦终究还是断了。我们今天讲他的故事，不是惋惜，而是学习。学习在那根弦断之前，我们能否早一点听见那个细微的声音，那个天道在说，松一松，静一静，让生命重新圆满。